我是家中的庶女，从小受嫡姐照顾。上一世我嫁了个贫寒的状元郎，天天吵得不可开交，而我那位光风霁月的嫡姐，却嫁给了不能人事的摄政王，抑郁而终。这一世赐婚的圣旨再次降临时，嫡姐望着那道皇陵，愁容满面。我一眼就看穿了，她也重生了。咱俩换。上一世我亲眼看着嫡姐嫁入王府，最后郁郁而终。这一世我绝不能让她重蹈覆辙，就算那王府是龙潭虎穴，我也要替她走这一遭。姐，你对着圣旨叹什么气啊？赐婚的旨意下来了，嫁给那位权倾朝野的摄政王，你还不高兴？和儿，你不懂，那摄政王府外表看着光鲜，内里其实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火坑啊！火坑？这我可真不懂了。上一世你不是欢欢喜喜嫁过去的吗？后来到底怎么了，让你这么害怕？后来我不到40岁就抑郁而终了。那摄政王陆明看着风光无限，其实什么？难道他对你不好，还打你不成？好什么好？他对我客气的像对待客人，根本就是个摆着好看的摆设，中看不中用。他是个不能人事的。可他那方面不行，是委屈了你，但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你没嫁过，不懂这深宅大院里的苦，守着活寡还得应付那些繁文缛节，也不懂那种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孤寂和绝望。我怎么不懂？上一世我嫁的那个赵文轩，那才叫一个更糟心。上一世父亲为了在人前显摆自己不偏心，把我这个不起眼的庶女硬塞给了新科状元。那个赵文轩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，可骨子里清高的要命，仿佛我欠他800吊钱。他在官场上混得灰头土脸，回来就拿我当出气筒。我嫌他穷酸抠门，他嫌我粗鄙无礼，日子过得跟打仗似的，一天消停日子都没有。后来他干脆纳了个小妾，3年抱俩，故意来恶心我，刺激我。和儿，原来你上一世也过得那么苦。姐，圣旨已下，不能违抗。既然你不喜欢那摄政王，我来替你嫁，我去当你的摄政王妃，反正我习惯了。你当真愿意？那可不是什么好差事。有什么不愿意的？总好过再看着你在那王府里枯竭而死。我亲娘走得早，父亲眼里只有他的官位和前程，嫡母嫌我碍眼，动辄打骂，只有嫡姐偷偷给我送旧衣裳穿，在我被罚跪时帮我向嫡母求情，在丫鬟婆子们欺负我时替我出头。这份恩情我记了2辈子，这辈子我不能再看着他死一回。姐，我真的不在乎男人爱不爱我，碰不碰我，对我来说，只要有口热饭吃，有件暖衣穿，没人敢欺负我，这就够了。那摄政王正好不行，正合我意，省得我还要费心思去应付那些夫妻间的糟心事。和儿，我的好妹妹。就这样在同一日里，我和嫡姐上了对方的花轿，2个人换了身份，也换了命运。从此，我就是摄政王妃苏婉了。洞房花烛夜，摄政王府的新房内，红烛高照，一片喜庆的红色。我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，饿死我了！这都什么呀？红枣、桂圆、花生，先拿几个垫垫肚子再说。就在这时，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，我手疾眼快地把果壳藏好，随后眼前出现一道身影，大红的盖头被人用秤杆轻轻挑开，完了，好像没塞干净，手边还漏了几粒。眼前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摄政王陆明，小皇帝的亲叔叔，权倾朝野的冷面阎王。以后这就是给我包吃包住的大靠山了，可得罪不起。面如冠玉，身姿挺拔，气质清冷，内有隐疾，简直是老天爷给我量身定制的完美丈夫。是你？王爷，您以前见过我？并未。他这笑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被识破了？不可能啊！陆明没再说话，径直在我身边坐下，修长的手指伸过来，温热的指腹轻轻擦过我的脸颊。稳住，一定要稳住！嫡姐亲口说过，这位爷对女人根本没兴趣，还郑重其事地告诉过他，本王不能人事，你以后少动没用的心思。现在肯定是在演戏，想先装模作样撩拨几下，营造出夫妻恩爱的假象，最后再假装对我没兴趣，好保全他作为男人的脸面。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能装到哪一步。陆明的指腹在我唇边停住，轻轻一抹，然后收回手，看了看指尖，是花生皮。这花生皮好吃吗？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这些破东西
好吃个鬼！既然不好吃，怎么还能吃下去这么多？这些果子寓意可是早生贵子，看来王妃是急着要给本王生儿育女了。装，你可真能装！继续装。下一瞬，我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被一股大力推倒在柔软的床榻上。来真的！陆明随即压了下来，高大的身影遮住了大半烛光，将我笼罩在阴影里。王爷饶命！我身子突然不适，难受的紧。王妃既然身子不好，那要早点说啊！本王最是体恤人。是，我以后一定经常身子不适。那王妃就早些歇着吧，本王不打扰了。说完，陆明便真的转身离去。他这是故意的，逼我自己开口求饶，好让他能名正言顺、理所当然的走人。真是个诡计多端的男人。次日一早，按规矩，心腹要入宫拜见皇帝。皇婶安好。皇婶，我的天，我现在的身份竟然尊贵到了这个地步，连皇帝都要叫我一声婶娘，我的好日子可算是正式来临了。在王府待了几天，每天吃饱喝足，无所事事，这简直是神仙日子。我把后花园开得正艳的花摘了一大捧，编成个五颜六色的花环戴在头上。真好看，我这手艺不去开花铺都屈才了。我又把半个冰镇西瓜用网兜装着泡进池塘的凉水里，然后往树荫下的摇椅上一躺，舒服的直叹气。小姐，洞房那晚王爷都没跟您喝交杯酒就离开了，您怎么还有心思在这儿玩啊？他不肯办事，又不是我不肯伺候，这能怪我吗？小宁是狄姐身边的大丫鬟，换嫁时怕在王府露馅儿，狄姐特意让她跟了我。说实话，我现在更担心狄姐那边，不知道她跟那个迂腐书生处得怎么样。小宁，你说那个赵文轩这会儿在干嘛呢？会不会正在给我狄姐立规矩？我的好小姐，您还是先操心自己吧。王爷至今不进你的房，这才是天大的事。那个姓赵的人倒是不坏，就是一身的读书人臭毛病，特别爱较真。上一世成亲那晚，我在洞房里饿得受不了，从被子底下翻果子吃。他掀开盖头的时候，我正咧着嘴在那儿嗑花生呢。然后呢？那位状元郎说什么了？苏二小姐，今日是你我大婚之日，这大红盖头理应由为夫亲手掀开才是。你不等我来便自行掀了，可是为夫有哪里做的不对，惹你不快了？他真这么说？我说我饿了，让他别瞎琢磨，大不了我蒙上，让他重新掀一次，就当没发生过。结果他脸都气绿了，说什么成婚是人生大事，礼数一步都错不得。我这样随心所欲，是根本没把他这个夫君放在眼里。这读书人就是事儿多，一根筋。我当时就把手里的花生皮往地上一摔，站起来骂他。你倒是在前院吃香喝辣，酒足饭饱了，我可是一整天滴水未进，粒米未沾，现在不吃点东西，就得活活饿到明天早上。我吃几个干果垫垫肚子，是犯了天条吗？你至于这么上纲上线的教训我？那他怎么说？他憋得脸通红，手指着我抖了半天，说什么原以为世家女子最懂规矩礼仪，没想到你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我冲他吐舌头做鬼脸，他脸都白了，当场就摔门走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天天鸡飞狗跳呗。他整天挑我的刺，说我走路没仪态，说话太大声，我就天天跟他对着干。他气得摔盘子，我就把他熬夜写的诗撕了折纸完，反正谁也别想痛快。还好这辈子不用再跟他过了，真是谢天谢地。我从池子里捞出冰好的西瓜，拿刀咔嚓一声劈成两半，抄起一把勺子就挖着吃。小宁，你吃不吃？可甜了。哼，干嘛这个态度对我？我现在可是堂堂的摄政王妃，你跟着我多有面子。这王妃的位置本来该是大小姐的，我不知道你们姐妹俩是怎么想的，好好的王妃不当，非要跟你换，去嫁那个一无所有的穷酸状元。这你就不懂了。我姐从小锦衣玉食，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，什么福没享过，日子过得太舒坦了，就开始想追求点不一样的，比如那些情情爱爱、举案齐眉。那你呢？你又图什么？我连吃饱穿暖不受欺负都才刚实现，哪有那个闲心去想那些有的没的？嫁过来就是图口安稳饭吃，图个没人敢欺负我的身份。过来，跟你说个天大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
神神秘秘的。我告诉你，摄政王他那方面不行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是不是傻？喊那么大声干嘛？生怕别人听不见吗？我跟你说，他不行是天大的好事，省得我以后还要伺候他，你懂不懂？这是老天爷赏饭吃。你眼睛抽筋了？我跟你讲，这可是咱们的福气，你别不知好歹。我突然感觉后背一阵发凉，顺着小宁的视线，僵硬地转过头。陆明不知何时来了，正坐在我刚躺过的摇椅上，津津有味嚼着西瓜，看着我表演。西瓜不错。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我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往前栽去。陆明眼疾手快，长臂一伸，稳稳地将我捞进怀里，揽得紧紧的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他的脸简直完美的无可挑剔，棱角分明，眉目如画。我吓得连气都不敢喘，感觉自己就像一条被吊上岸，在砧板上待宰的鱼，心跳得厉害。小宁早已吓得没了影。陆明用另一只手拿起勺子，舀了一勺最中间的西瓜心，递到我嘴边。来，张嘴。王妃刚才说，本王哪里不行？摄政王哪里都行，全天下最行。陆明满意的点头，又喂了我一勺西瓜。我机械的嚼完，陆明便伸出手，自然的放在我唇边。好。陆明不紧不慢的用帕子擦干净手，动作优雅，却带着一种无形的压迫感。他的手真长，骨节分明，可这擦手的动作让我无端想起刽子手在杀人前擦拭刀刃的样子。他的胸膛紧贴着我的背，能清晰地感觉到他沉稳有力的呼吸，一下又一下，似乎越来越重。完蛋了，我今天怕是要死在这儿了。四周一片寂静，陆明拿起刚才擦过手的帕子，又轻轻地帮我擦了擦嘴角。后天是回门的日子，别忘了准备。说完，他便起身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就这就完了？回门这日，马车在苏府门前停下。这2晚，陆明都没来我房里，还是各睡各的。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心里不踏实。上一世嫡姐回门，他可没亲自陪着来，现在倒好，寸步不离地跟着，也不知道打什么主意。嫡姐苏婉和赵文轩已经到了，正站在府门前。父亲和嫡母肯定已经知道我们姐妹俩胆大包天换嫁的事了，可惜木已成舟，他们不能当场发作，只能忍着。那表情一个比一个精彩，像吃了苍蝇似的。姐姐安好。妹妹气色看起来不错啊，看来状元郎待你很好。我偷偷地瞟了一眼站在嫡姐身侧的赵文轩。这是我上辈子的丈夫，此刻他正满眼温柔，含着笑，像块牛皮糖一样粘在嫡姐身上。那眼神里的情意，我上辈子别说看到了，想都不敢想。果然，全天下的男人都喜欢嫡姐那样端庄温柔、知书达理的。一转头，正好撞上陆明意味深长的目光。那张俊脸上神色不悦，眉头微蹙。内室里，嫡母周世平退下人，开始训话：“你们2个的胆子也太大了，这等欺君罔上、偷梁换柱的事也干得出来？”母亲息怒，不关妹妹的事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主意是我拿的，是我逼她同意的。反正事情都已经定下来了，无法更改。而且文轩他待我极好，能嫁给他，我心甘情愿，一点都不后悔。他虽然出身清贫，但饱读诗书，为人正直磊落，是世间难得的真君子。他说的是那个我曾经认识的一根筋、迂腐死板的赵文轩，这差别也太大了吧？午后，凉亭外的飘香藤花架下，我正要去找嫡姐说几句提己话，却被抢先一步，看见赵文轩急匆匆地寻了过来。相公，你回来了，今天见到我姐姐了，你觉得她这个人怎么样？按规矩，我不该私下议论王妃，但既然是夫人问起，我就说说我的看法。她身上没有半点大家闺秀该有的样子，言行举止粗鲁无礼，
不知进退，跟夫人比起来，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，云泥之别。幸亏老天有眼，让我娶的是你。要是真娶了她，那我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家门不幸。我快要忍不住出去跟他吵架了。不许你这么说我姐姐，我们姐妹俩感情好得很，以后不准你再讲她半句坏话。我心里只有夫人一人，你大可不必吃任何人的醋。两人相视一笑，眼神仿佛粘在了一起，浓情蜜意。身后突然传来细微的动静，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我的妈呀！那两人已经紧紧抱在了一起。苏婉踮着脚搂着赵文轩的脖子，闭着眼，脸微微泛红。赵文轩的手温柔地搭在她腰上，正低头吻下去。我看着这一幕，猛地转身背过去，却一头撞进一堵温热坚硬的墙里。你看什么看？没听过非礼勿视吗？吃醋了。手腕一紧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就被他一把拽走。一处僻静的角落，荷塘边杨柳依依，蝉鸣声声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人家夫妻俩恩爱甜蜜，你羡慕了，嫉妒了，还是吃醋了？从进门开始，你眼睛就没离开过赵文轩，刚才又跑去偷看他们亲热，你就这么放不下他？苏荷，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姓赵的？我没有，我本来是想找我嫡姐说说话，谁知道她突然就过来了，我正准备走呢。陆明的眼睛危险地眯了起来。不对，他刚才喊的是苏荷，我一点反应都没有，直接就应了，这下彻底露馅了。不打算解释一下？这个说来话长，千头万绪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骗你。总不能跟他说我和嫡姐都重生了，嫡姐嫌弃他不行，这辈子想嫁个能行的正常男人。我贪图王府的荣华富贵，就哄骗嫡姐说赵文轩人品多好，多有才华，把他骗过去了。你倒是说说，那赵文轩究竟有多好？我扑通一声，干脆利落地跪在地上，王爷饶命！都说摄政王少年英才，20岁执掌朝政，满朝文武没一个敢说个不字。您长得跟画里走出来似的，手段却比谁都狠。我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，王爷打算怎么处置我？要杀要剐，我绝无怨言。处置你一个？你们姐妹俩这可是抗旨欺君，骗婚骗到本王头上来了，按律苏府上下一个都跑不了。旁人随您怎么处置，王爷能不能只放过我姐姐一个人？所有的主意都是我想的，她是被我逼的。就这么护着苏婉，从小到大，在这苏府里，只有姐姐一个人对我好，我不能看着她再死一回。本王对你就不好？好，当然好。自从当了王妃以后，我吃的肚子溜圆，身上穿着绫罗绸缎，头上戴着金钗步摇，出门坐着豪华大马车。虽然这福气只享了短短3天，但也值了，够本了。王爷，您对我真的很好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骗您。陆明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，然后站起身，那张冰山脸上隐隐透出几分柔软。还跪着干什么？地上凉，跟我回家吧，你这个小可怜。王爷，您都知道真相了，还愿意让我回去？不然你说怎么办？也是，我姐姐，她应该没法跟你回去了。苏府门前告别时刻，父亲、母亲，多多保重身体，女儿会常回来看你们的。好孩子，在那边要好好的。我也一样，会常回来看看的。身后又传来那腻歪至极的声音：苏荷，以后你要是想家了，跟我说一声，我随时陪你回来，片刻都不耽误。苏荷，今晚回去想吃什么，为夫亲自下厨给你做，给你补补身子。走在前面的陆明突然停住脚步，转过身来。本王突然觉得
苏荷这个名字更适合我家王妃，听着就灵动可爱。不如你们姐妹俩把名字换了，如何？凭什么？我家苏荷虽然是庶出，但对我来说，她是世间独一无二的珍宝，谁也比不上。我官职是不高，但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她、轻贱她。就算您是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摄政王，也不能随意剥夺我娘子的闺名。你别激动，这事不怪王爷，我回去再跟你慢慢解释。嫡姐这么说，一定要被数落了，我得帮她出气。只见那赵文轩却瞬间收敛了浑身的锋芒，像只被顺了毛的猫。好，一切都听娘子的。我的妈，这变脸速度也太快了吧！回程的马车里，陆明靠在软垫上闭目养神，我则乖巧地坐在一侧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嫡姐提前回府，肯定已经跟爹娘通过气，让他们有所准备。他们现在肯定已经下令全府上下封口了。那么唯一的可能，就是那天我和小宁在花园里说的话，全被陆明听去了。那他岂不是也亲耳听到我说他有隐疾了？真是要命！苏荷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赵文轩这会儿应该终于弄明白了，他真心爱慕，娶回家的其实是我嫡姐苏婉，不是我。怎么，还放不下他？不是，我是看他那么护着我姐姐，愿意为他出头，甚至不惜得罪您这位摄政王。我是为我姐姐觅得如此良人而感到高兴，真的发自内心的高兴。你的意思是，本王不如赵文轩，嫁给我是委屈你了？我愿意跟姐姐换，自然是因为一开始就想嫁给王爷您啊。陆明神色稍缓，眼角的冷意也融化了，拍了拍身边的位置，过来坐。以后就光明正大的做你的摄政王妃，安心管理府上的内务，不许再想别人，谁也不行。他这是认可我了，也对，他身体有疾，对王妃自然没有太高的要求，只要对他忠心，能管好家就行了。王爷您放心，从今往后，我心里只有王爷一人，摄政王府就是我的家。陆明轻轻咳了一声，掩饰什么似的，别过脸去。只是那耳根却悄悄地红了。书房里烛火通明，亮如白昼。上一世，赵文轩那个穷酸，从不让我碰账本，嫌我粗心大意，怕我记错账害他丢脸，宁可自己半夜3更点着蜡烛，像个账房先生一样噼里啪啦拨算盘。逢年过节祭祖，还要在祖宗牌位前忏悔，说什么娶妻不贤，是我赵文轩的错，表面是自我反省，实际上就是在骂我蠢笨无能。我翻开厚厚的账本，手里的笔在指尖灵活地转来转去。摄政王府这么大的家业，这么多的人和事，陆明居然敢放心交给我这个半路出家的。王妃，您看，这笔开销要继承府中支出，不能算在日常损耗里。我明白，我一定好好学，绝不辜负王爷的信任。不知不觉已到2更天，我实在撑不住，趴在桌上就睡着了，身子突然一轻，被人轻轻抱了起来。至于这么用功，明天再学也不迟，先去睡觉。你会的那些，我也要学会，不能让你觉得娶了我你就亏了。不错，有志气，确实不能亏待本王。我被轻轻放到床的内侧，被子也被仔细盖好。陆明脱了鞋，自然地躺在外侧，扯过另一条被子盖在身上。啊，等等，这是……王爷，王爷！没反应，呼吸均匀，好像真的睡着了。他是我名义上的丈夫，一直分房睡，府上肯定会传闲话，伤他自尊。而且他不算个正常男人，不能对我做什么，就当跟一个好姐妹一起睡好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此后每晚，陆明都理所当然地躺在我旁边。半夜他翻了个身，一条手臂自然地搭过来，把我捞进怀里，紧紧抱住。这么近的距离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脸，剑眉星目，鼻梁高挺如峰，睡着的样子比白天少了几分冷峻，多了几分乖顺柔和。太近了，上一世他娶了嫡姐，嫡姐想要夫妻和睦，
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，曾主动示好，可他始终不肯同房。你若是不愿这样，本王和写下和离书，放你自由。嫡姐原本同意，然而父亲苏广平却说：“家里不收被夫家赶走的女儿，你若合理，便自己找条白绫自缢吧。”与其说嫡姐被陆明冷漠相待才郁郁而终，不如说是她太过认真敏感，最后被父亲的话语逼死。嫡姐无处可去，只能在那华丽的牢笼里一天天熬着，直到油尽灯枯。即便如此，陆明也从未苛待过嫡姐，从未失了她体面。如今想来，我既心疼嫡姐，也心疼陆明。陆明背负着不能人世的秘密，活得肯定也很辛苦吧。身体有缺陷不是你的错，在我心里，你比任何人都完美。只要你不嫌弃我粗鄙，不懂规矩，我愿意一辈子都陪着你。说完，我也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从那以后，他看我的眼神就更不对劲了，总觉得里面多了一些我读不懂的东西。几日后，我正在房里看信，天哪，嫡姐怀孕了！上辈子她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孩子，最后郁郁而终。这辈子她终于如愿以偿了。我兴奋地冲向书房，想要跟人分享这个好消息，但跑到门口却猛然刹住了脚步。不能在她面前提这个，她该伤心了。毕竟这是她最大的痛处。书房内，陆明靠在椅上，看起来心情不错，正悠闲地品着茶。什么事这么开心，跑得满头大汗的？我把府上积压的账本全看完了，账目也全捋清楚了，我给你管家，绝对没问题。我们家苏荷真是聪慧过人，过来，奖励你一下。我自然地走过去，习惯性地坐到他腿上。奖励什么？好东。话还没说完，他长臂一收，将我圈进怀里，低头就吻了下来。等等等等！陆明闭着眼，睫毛轻轻颤动，呼吸明显乱了。突然，后背被一个硬硬的东西硌到了。什么东？硌到我了？陆明猛地睁开眼睛，那张俊脸瞬间长得通红，像是熟透的虾。下一秒，苏荷连滚带爬地从他身上起来，夺路而逃，正好撞上端着茶点过来的侍女小翠。精致的点心盘子噼里啪啦碎了一地。王妃恕罪，王妃饶命！我早已跑得没影了。回到自己房里，我捂着还在发烫的脸，心砰砰直跳。嫡姐骗我，不应该啊，她没理由骗我，难道是我感觉错了？可我一个姑娘家，脸皮薄，这种事实在没法开口去问任何人啊。接下来几天，我都在躲着她。老板，这个怎么卖？便宜点呗，我要买很多。王妃，您都逛了3天街了，府里好多事等着您呢。买回去给王爷做几身下裳，当然要挑仔细点，不能马虎。您买的东西马车都快塞不下了，王爷1年也穿不完。晚上，我早早钻进被窝，闭上眼睛，熟悉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在床边停下。陆明轻手轻脚地躺下，过了一会儿，身边传来细细橘熟的声音。明天外面会出点乱子，你就安心待在家里，不要出去逛了。好。额头上被一个温软的东西轻轻碰了一下。次日，街上，那边出什么事了？这么吵。王妃，是镇国公府被抄家了。什么？一街之隔，隐约能听见凄厉的惨叫声和官兵的呵斥声。镇国公，太后的亲哥哥，43公，权倾朝野，罪名罄竹难书，落得这个下场是罪有应得。可上一世这件事明明发生在5年之后，把镇国公送进大牢的正是陆明。那时嫡姐已经去世，镇国公府被抄后不久，陆明也死了。为什么会提前了这么久？王妃，您怎么了？脸色好差。没事，我们回府吧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何镇国公府的覆灭竟比上一世提前了整整5年？如今这世上，除了我和嫡姐带着记忆重生，私下交换了夫婿之外，其余的一切
似乎都在沿着上一世的轨迹缓缓前行。狄姐说，这便是命运已然改变的证明。可我更想知道的是，陆明的命运呢？他那场突如其来的死亡和镇国公府被抄之间，究竟有没有必然的关联？越想越乱，心情烦闷的厉害。本想去找姐姐说说话，可她这几日害喜症严重，吃什么吐什么，怕是没精力听我絮叨这些。接连几日，陆明都住在宫里处理善后，没有回府。这日仲夏，忽降暴雨。2更天了，门外突然传来动静，管家撑着伞，一路小跑跟在后面。陆明推门而入，身上的锦袍下摆全被雨水打湿了，几缕鬓发贴在冷峻的脸上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？以前自己睡不着的有什么？你不在，突然就不习惯了，睡不着。陆明怔住了，深邃的眸子暗了下去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燃烧起来。不管了，不躲我了？上次在书房调戏完就跑，你这小东西好没良心，害得我冲了好几天的凉水澡都不敢回房。你不也一样没良心？就不能让人传个口信，报个平安，害我在家里胡思乱想，担惊受怕。我担心的是他的死跟扳倒镇国公府有关，我害怕他即使这辈子没中毒，也躲不过5年后的那个结束。原来有爱故生忧，有爱故生怖。这份突如其来的担惊受怕，让我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心意。我在乎他，远比自己以为的要多得多。陆明没再说话，低头狠狠地吻住了我，炙热而急切，从门口一路辗转到了床榻边。我要求不高，你别勉强自己。不强求。难道这一世被治好了？陆明深吸一口气，将我塞进被子里，自己则和衣躺下，声音沙哑的厉害。你这个小傻瓜，别再勾我了。我在大理寺熬了好几天审案子，真的没力气了，先让我缓缓。所以还是老样子。陆明被我那同情又无辜的小眼神深深刺痛了自尊心，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。你这是什么眼神？是在怀疑为夫的能力吗？陆明直接掀开被子钻了进去，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。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没力气了，这就是狄姐说的摄政王不能人事，都是骗子，天大的骗子。次日日上3竿，我浑身酸软，躺在床上起不来，桌上放着一碗温热的八珍汤，而陆明早已进宫去了。洞房那晚，陆明一见到我，张口就问是你。他分明从那一刻起就知道我是苏荷，可不是苏婉。可这一世他从未见过我。镇国公府倒台提前了整整5年，那是他最大的政敌。倒台对他有百利而无一害。上一世他只娶了狄姐一人，没有侧妃，没有妾室。作为一个正常的血气方刚的男人，若无特殊内情，为何要亲口告诉狄姐自己身有隐疾？半月后，镇国公府的事了结。这夜月明星稀，两人在海棠花前对酌，几杯酒下肚，陆明的手就开始不老实起来。那晚是我不好，不该吓着你，但我真的不想再一个人睡书房了。陆明，你个大骗子，藏得够深啊！演技这么好，怎么不去搭台唱戏？分明是王妃先在外面说我身体不好的，败坏我名声。他蹭了蹭我的脸，满眼依恋。再说，王妃自己不也是深藏不露，瞒了我那么多事？哼，那好，我们都不许藏着掖着了，一起说。上辈子我嫁了赵文轩。你当初为何愿意选我？我首先就把赵文轩给排除了，绝对不嫁他，所以就只能嫁你了。轮到我审你了。你跟我姐上一世是夫妻，这辈子是不是还对他旧情难忘，念念不忘？简直是无中生有，荒谬至极。你是摄政王，婚事可以自己做主。赐婚的旨意下来，你没拒绝，就说明你心里是愿意娶她的。原来是我的小笨蛋在吃醋啊！他伸手搂住我的肩，将我揽进怀里。我对男女之事从未上心，更不懂什么是情爱，婚事上也从未主动想过要去争取谁。
这辈子总要娶一个人，既然没遇到让我心动的人，那娶谁对我来说都一样。何况上一世确实对不住苏婉，这辈子娶了她，好好待她，全当是补偿，也算全了这份因果。谁知大婚那晚，我一掀开盖头，发现坐在那里偷吃花生的人居然是你。我当时就想，这不是上一世那个翰林院编修新科状元赵文轩的娘子吗？怎么变成我的王妃了？可恶，你居然当时不揭穿我，还看我演戏。我一开始还以为中了什么圈套，结果就看你一个人在哪儿偷吃花生，吃得那么认真。我当时就想，这小馋嘴能有什么坏心眼？后来无意间听到你和小宁在花园聊天，知道你和苏婉胆大包天换了嫁，就猜到你们俩也都有上一世的记忆。苏婉愿意另择良人，这是好事，她是个好女子，但我对她只有歉意，从来都没有过男女之爱。那我呢？对我呢？我知道答案是什么，却忍不住，还是想听他亲口说出来。看着你在王府里蹦蹦跳跳，像只快乐的小兔子；看你吃饱喝足就无忧无虑的傻乐；看你不拘小节，大口啃西瓜，吃得满脸都是；看你翘着腿数落小宁，你这么鲜活，这么真实，我的心情也跟着一天天好起来了。幸亏是你，幸亏是阴差阳错，让你成了我的妻子。你从小过得不容易，我都知道了。从今往后，有我护着你，爱着你，不会再让你受半分委屈，吃半点苦。大婚夜，我偷吃花生，赵文轩骂得我狗血淋头，说我没规矩，可陆明却觉得我帅真可爱。我走路蹦蹦跳跳，吃饭大快朵颐，赵文轩嫌我没教养，丢他的脸。陆明却看得眉眼弯弯，满眼欢喜。我不会算账，赵文轩嫌我蠢笨如猪，陆明却放心的把整个王府的家当交给我，还让管家手把手的教我。赵文轩从没想过我为何不懂那些繁琐的礼数。苍劲12支礼节，我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庶女，光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，哪有力气去学什么琴棋书画、规矩礼仪？同样的行为，在他眼里是粗鄙不堪，在陆明眼里却是我独有的鲜活与可爱。陆明，遇见你真好，月华如水，静静流淌，海棠花影在夜风中摇曳生姿，两人紧紧相拥，仿佛要融进彼此的骨血里。他给了我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安稳生活，那是柴米油盐的踏实，又带我走进了从未触及过的温柔深情，那是风花雪月的浪漫。原来遇见真正的良人是这样的感觉。我正沉浸在这份感动中，后背突然被轻轻拍了一下。上一世苏婉应该没对我动过心吧？她这辈子不会是故意找个处处不如我的来气我吧？比如那个赵文轩。别自作多情了，陆明，上一世我姐跟你也只是图个孩子。那你也图这个，想让我给你留个孩子？我图的是在你府上吃得好。好，我让你吃，今晚让你吃个够。从花厅一路到寝殿，玉扳指被随手摘下，两人共赴巫山云雨，共度良宵。事后，他拥着我，手指缠绕着我的发丝。上一世，我只知道你嫁给了赵文轩，从未关注过你。你过得好吗？唉，别提了。上一世，从洞房夜开始，我跟赵文轩就不欢而散。后来，不是在吵架，就是在互相生闷气。偶尔有几天消停日子，他就会一本正经地跑我房里来。娘子，你我成婚已有数月，至今尚未有夫妻之实。今夜月色正好，我欲行夫妻之事，以全人伦大礼，不知娘子可否应允？他每次都是这么说话的。他觉得自己很有礼貌，是在尊重我，可我觉得憋闷的要死。这种事气氛到了，自然就发生了。他事先这么正式的问一句，跟宣读圣旨似的，我该怎么接？难道要一本正经的回他一句可以，准了？我当时就哼了一声，没理他，
他不高兴了，说我不愿意直说便是，不必如此阴阳怪气，然后摔门就走了。这真是……后来他还正儿八经的跟我讲道理，说什么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将来没脸去见列祖列宗，还说我是女子，生儿育女是分内之事，天经地义。那你又是怎么回的？我让他去问他那些圣人，圣贤书上也没教具体怎么生孩子。我说你实在想要，就纳个妾吧，找个愿意给你生的，我绝不欺负他。等他生了，我伺候月子都行。所以你们就一直不和谐？不是不和谐，是根本没有这种事。然后呢？我就把那些年鸡飞狗跳的过往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。陆明笑得直捶床，眼泪都快出来了。哈哈哈，你们？他甚至都没亲过我。没亲过？哈哈哈哈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夫妻亲一口，噩梦要做好几宿。哈哈哈哈哈哈。不过你上一世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说你那个隐疾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不说这个，别破坏这么好的兴致。秋日，宫中，皇帝周衍13岁生辰宴，大宴群臣。陆明是陛下在这世上唯一的血亲了，先皇临终托孤于他，要他辅佐朝政，教养幼弟。2辈子他都兢兢业业，对陛下掏心掏肺，毫无保留。陛下看起来也对他十分信任和依赖。我跟着他坐在宴席上，嫡姐和赵文轩也来了。高台上觥筹交错，歌舞升平，一派喜庆。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王爱卿，今日是朕的生辰，不谈国事。正因今日是陛下生辰，臣才不得不言。郑国公府虽已定罪，证据确凿，但郑国公毕竟是陛下的亲舅舅，恳请摄政王看在皇亲的份上，从轻发落，以全我皇家颜面。陆明完全是依律量刑，并无任何不妥之处。郑国公落得如此下场，全因他自己罪孽深重，怨不得旁人。既然当初知法犯法，如今就别怪律法无情。上一世的5年后，也是这样的宴席上，赵文轩那个愣头青仗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，当众质问陆明：摄政王已位极人臣，如今又处置了郑国公，下一步是不是想独揽大权？我当时坐在女眷席上，急得恨不得冲上去捂住他的嘴。可我的话他什么时候听过？话音落地，满座鸦雀无声。第2天他就被贬到玉门关做了个小吏，连累我这个做妻子的也跟着遭了不少罪。这一世，我盯着眼前这群叽叽喳喳的大臣，心里直犯嘀咕。陆明倚在椅背上，姿态闲散，漫不经心地转着纸上的玉扳指，目光扫过众人。此事，文渊阁的赵大人怎么看？你绝对是故意的，在这种场合为难赵文轩不要紧，我姐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，难不成你还想公报私仇，再把人贬到凉州去喝西北风？赵文轩与身旁的苏婉迅速对视一眼。回王爷，下官以为，国家法度不可因私而废，摄政王依律而行，处事公允，并无任何不妥之处。暗暗松了口气，跟上辈子相比，赵文轩居然有这么大的进步。你说赵文轩他会不会也重生了？应该不会吧。我觉得不太对劲，没理由咱们3个都带着记忆回来了，就他一个是原装的。另外开始燃放烟花，五彩斑斓的光芒照亮夜空，人群开始走动，欣赏烟火。我过去试探他一下，接下来我说的任何话都是为了试探他，都是违心的。你不许吃醋，更不许事后找我算账。万一碰到我姐，你得帮我作证，证明我是清白的。去吧。我走向独自站在殿外廊下赏烟的赵文轩。姐夫，参见姐夫大人。王妃客气，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多礼。说起来，如果当初我和姐姐没有换那顶花轿，现在跟你成婚，日日相对的，应该是我才对。王妃莫要开这种玩笑，既然已经换了，便是天意如此。老天开眼，才让苏婉这样的好女子嫁我为妻，这是我的福分。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好呗？说不定上辈子咱俩才是夫妻呢，日日吵闹，鸡飞狗跳。绝无可能。
你我如今孤男寡女，站在此处说话，已是不合礼数。看在夫人的份上，今日之事我不会告诉王爷，但以后还请王妃自重，莫要再说这些无状之言。李御史家的那位二姑娘怎么样？我瞧着长得不错，身段也好，是个好生养的。要不我帮你从中牵个线，介绍介绍，你把她纳进门做房妾室。李御史家的二姑娘，便是我上一世给她纳的小妾，3年抱俩，极好生养的那个。胡说八道，简直荒谬至极！没想到你们同出一门，都是相府千金，人品性情就会差这么多。苏婉她不嫌我出身低微，不嫌我官职卑小，委身下嫁于我。我只有拼尽全力去爱她、护她，让她过上好日子，方才对得起她的深情厚谊。纳妾，那是人干的事吗？那是畜生行径。摄政王妃，告辞。赵文轩气得浑身发抖，快步离去。赵文轩能够对我嫡姐全心全意，我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。我转身往回走，却发现苏婉不知何时来了，正站在桥上微笑地看着我。刚才的事，她不会正巧看见了吧？好尴尬啊！妹妹真淘气，非把她气成这样才甘心。我早就问过她了，她没有上一世的记忆。你想想，哪能人人都像咱们俩一样，有这般离奇的重生机缘？我家这位也重生了，她也有记忆。苏婉愣住，目光转向陆明，空气仿佛微微凝滞了一瞬。一切安好便好。上一世因诸多内情，未能善待于你，是我对不住你。王爷言重了，你也未曾薄待于我，给了我应有的体面和尊重。两人相视一笑，前尘旧事便如这满天的烟花，消散在夜空中。赵文轩不知从哪儿又冒了出来，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满脸的困惑和焦急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什么情况？谁能告诉我？又一朵巨大的烟花在头顶轰然炸开，照亮了4个人的脸。3个人对视一眼，心有灵犀的捂着嘴笑了起来，只留下赵文轩一个人，在烟火下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宴会散场，我不想坐那闷热的马车，便牵着陆明的手，在空荡荡的街上慢慢走着。人太多了，吵！传令下去，今晚这条街即刻起实行宵禁，所有人等一律回避。是。片刻后，整条长街灯火通明，却空无一人，只剩我们俩。你觉得陛下怎么样？他对我倒是挺客气的，但他对你太过言听计从，这反而不是什么好事。现在他年纪小，依赖你，将来长大了就会开始猜忌你，提防你。他很怕我，也从来不肯相信我会一心一意地辅佐他，对他毫无二心。我皇兄就是那位驾崩的先帝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深厚。他临终托孤，我以为他是真的信任我，实际上他早就给我留了后手，防着我。我心里涌起一股寒意。上一世，等我自己发现身中奇毒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。皇兄他怕我抢他儿子的位置，在我身上下了无解之毒，还故意让镇国公的势力做大，用来制衡我，让我不能轻举妄动。我瞒着所有人中毒的事，装得跟没事人一样，连你姐姐都不知道。我硬撑了5年，才终于灭了镇国公府，替自己报了仇，还掘了皇兄的墓。死的时候，我那好侄儿还不准把我葬进皇陵。我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，密密麻麻的疼。原来狄姐说的身体有疾，是这个意思。原来他娶了狄姐，却不肯同房，是因为他早就知道自己活不久了，不想耽误他。他活得比任何人都艰难，都孤独。那现在呢？这辈子呢？没事了，这辈子我没中那毒，镇国公府也提前倒了。那陛下呢？你打算怎么办？等他成年之后，亲政之后，就会慢慢发现，他其实不能人事，生不了孩子。这主意还得多谢你给我的灵感。我愣住，随即明白过来，我和狄姐不过是换了夫婿，而他却在这背后筹谋了这么多，做了这么多。好在一切都开始变好了，将来陛下无所出，陆明是他唯一的血亲，为了江山社稷，那我岂不是
还得生个孩子。我想到最近几晚他的疯狂，腿有点发软，要不我们还是换马车坐吧？不要，我想背着你走。我笑着从后面环住他的脖子，趴在他宽阔的背上。陆明背着我，一步一步走得很稳。路很长，但尽头是我们温暖的摄政王府。陆明，有你真好。前世种种皆如云烟飘散，那些心酸哀伤，那些求而不得，终成过往。青山依旧在，星月依然灿烂。眼前这个人，就是我的心上人，也是我余生的归处。